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身边突然冒出了许多以针对问题少年进行矫正教育这样的学校。那么有很多问题少年的家长呢，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里，而且还跟教官呢掏心掏肺的说：“我这孩子呀，你随便打随便骂，你怎么收拾他都行，只要把他身上这毛病改过来就可以。”你看，家长这是说了狠话，可是说完狠话的家长他不会想到，这些学校真的就是非常残忍的虐待他们的孩子。一次惊险堪比电影的越狱，揭开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魔窟真面目。电击、毒打、性侵犯，他们遭遇了怎样的非人待遇？棍棒教育、赞美教育、高压教育，徘徊在十字路口，中国家长又该如何寻求教育的平衡？攻读学校与感化院如何帮助问题少年走出歧途？老梁观世界，棍棒底下出怪胎。咱们要说这个事儿啊，在浙江有一家叫少年行为矫正训练学校，有一个女学生呢，从这个学校里跑出来了，说自打她进了这个学校啊，她和她的同学遭受到这个学校老师教官的非人的虐待，甚至有的女学生遭到了性侵犯。那么这个引起了当地公安部门的注意，开始去查这个学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校趋之若鹜来干这个呢？这个市场太诱人了，赚的太多了，非常丰厚。那么有记者调查呢，发现呢，像这样的学校往往收费极高。比方这样一个学校，一年他要招这个100来名学生的话，有人给算了，纯利润就得在100万元以上。而基本需要投入的呢，无非是租个校舍，请几个教官。所谓的请教官，请些什么人？有不少是什么呢？从部队下来的，或者是武警转业的，还有一些呢，原先就在监狱里工作，来到这儿来。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把各种各样很残酷的手法给带进来了。你看，我曾经就是了解过这种状态，对待这些未成年人，就问题少年，用什么方式呢？风火轮。什么叫风火轮呢？手指头缠一大圈这个卫生纸，然后歘给它点着了，不会把你的手烧坏，但是那个烤的你那难受啊，这叫风火轮。还有叫朝圣跪拜。什么叫朝圣呢？面对着教官，不准有任何防护措施，你给我直溜的往前倒去，摔得浑身生疼。现在我们监狱里都不准许使用这样不文明的方式，居然在这样的学校里边公然以教育的名义在线。你看看，那么说到这儿呢，有的家长朋友可能纳闷了，那家长既然知道这么狠的管孩子，那都是自个儿亲生的，他怎么就那么舍得把孩子送到这里边来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学校能够大行其道、大发其财的原因，它确实有市场。它的市场基础是什么呢？很多人就以为教育孩子就是花钱的，远不是那么回事。那么爱因斯坦有句话，疼孩子这是老母鸡都会干的事，关键呢，你怎么样正确的教育孩子，而教育孩子是要在孩子身上花时间的。咱们有的家长外头忙着挣钱，或者忙着自个儿的事，教育孩子怎么教育？经常是酒喝醉了，醉醺醺回家了，你起来，你这孩子逼着骂一通，或者是在麻将桌上打完麻将下来了，怎么不写作业呢？赶紧写作业去，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陪孩子，利用这个时间教育孩子。所以当孩子成为问题少年以后，这样的家长呢，往往就觉得要推卸自己的教育责任呢，我也教育不好，那得我有钱，我花钱请人教育，把孩子送到这些矫正学校里。所以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心理。那么除了这种心理呢，还有另外一种心理，比方自个儿的孩子成了问题少年了，当家长觉得丢人，哎呀，真丢人呐。其实一个孩子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快。当他学坏以后，这就跟人得了病一样，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要真想把他带回正途来，得一点点来。可是很多家长呢，觉得这问题少年的存在，自个儿孩子这样丢人，让人知道多笑话，巴不得马上2个月、3个月就给他管教回来、归拢回来。他们一直逼着我读书，但我从小我就是也是希望他成才，是吧？我这边逃，他那边抓，一直是公猫过老鼠、猫捉老鼠的生活。不是出去一个是收错钱，就跟我们打游击战。我爸从我小舅舅2个男人打我一个，全身打全部肿掉了，知道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不愿意选择那种长期持久、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他愿意选择这种速成的，把他送到这学校，狠狠一顿鞭打棍锤，就能把孩子给拉回来。所以正是有这样2种普遍性的心态，
才使这种所谓的矫正教育、行为训练学校大行其道。那么，针对这种行走学校的矫正教育采用如此暴力的方式呢，在我们的网上我发现有很多有这样经历的把孩子送到这种学校的家长，他们对这个暴力教育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微博。你看，第一位家长就说了，说我参加过一些亲子教育机构，他们给我讲什么赞美教育、感恩教育，觉得对孩子要多一份尊重，多一份理解。可没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呢，我这孩子居然呢变本加厉，以这为筹码，倒不好管了。所以我看索性我采用一些办法，就把孩子送到了这些行走学校。第二位家长呢，他就说道，我孩子我自个儿生的，我还没有打他的权利吗？他不听我话，我就得打他。孩子这么不争气，我一看这学校里还有些年富力强的军人，把这孩子能圈得住，能管住，我才放心。第三位家长呢，谈到了自己苦衷，我是做生意的，一天太忙了，我哪有时间来管孩子？他出现问题，我只能送到别的地方给我代管，但我不知道这些学校居然这么残忍的对待孩子，还电击，还罚跪。早知道这样我真不该把孩子送过去。你看，大家对待这种暴力教育的方式每个人还真有不同的看法，说明中国现在独生子女教育状况相当复杂。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教育方面，中国家长非常纠结矛盾的心态。相当多的中国家庭在三种教育之间纠结。哪三种教育呢？我一说你就能对上号。第一种是棍棒教育，棍棒教育就是反正隔长不短的体罚孩子，不听话得打。都有好多家长迷信传统那句话，这棍棒底下出孝子。我把你一通打，这孩子就能打过来。棍棒教育呢，不是没有效果。我们首先得承认，对孩子进行体罚是有一定作用。有的说不能打孩子呀，孩子也有自尊心呢，都给打坏了。咱不是指对着孩子要害部位打，谁舍得呀？打他屁股，打他手心，都这样。为什么要打孩子呢？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体罚是为了什么呢？让他记忆深刻。针不扎到身上，他不知道疼，他知道疼了以后，他有这种行为记忆。所以体罚它有一定合理的道理，一点不打孩子这是不行的。就像民间讲，小树得砍，小孩得管。但是你过多的采用棍棒教育，问题就出现了。怎么呢？这个棍棒教育，第一点是总这么打孩子、教训孩子，就容易使孩子产生奴化意识。谁掌握权力，谁就是真理谁说不出力气大，谁就是真理。等到孩子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东西根深蒂固的搁到自个儿心里，他就会崇拜那些能控制资源、能控制别人一些生杀予夺权力的人。这等于其实是权力教育和同化教育，这是一个弊端，使孩子产生那种唯利是视的想法。第二个呢，一般打孩子的家长往往打完了之后呢，他心里也难受。怎么办呢？打完之后他安慰孩子，有的时候一通猛打之后呢，带来的是什么呢？对孩子过分的关照。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他的这个姐夫是开饭店，开一个酒店。我们俩呢到他姐夫家酒店吃饭，正好赶上他姐夫在酒店里教育自个儿孩子。我亲眼见着他姐夫上去就给这俩孩子啪啪大嘴巴打的孩子呜呜直哭，让孩子跪着打。这种教育我看了觉得挺残酷，我说你这干嘛呢？隔一会儿他姐夫陪我们俩喝酒，他姐夫居然干了什么事呢？把那俩孩子过来，来，给你舅舅，给你梁叔叔敬酒。10岁的孩子让这俩孩子一人拿杯啤酒过来敬酒，那眼泪还没干呢，干，这俩孩子各干了一杯啤酒。然后你说这位男同志说什么？看不看着梁老师？这才叫龙种呢，这才我的孩子，男子汉，那能喝酒能怎么？他以为啪啪几个嘴巴把孩子缺点就都打过来。回过头你看，打完孩子他也心软，让孩子喝酒，还夸孩子是龙种。哎呦我的妈！我这当时真是没法看。往往采用棍棒教育的家庭，我不是说我这个说难听的甭管你爱听不爱听，往往说明您的文化素质就不高。您平常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不大尊重人、蔑视别人感受的人。所以这种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法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气氛，让孩子感受不到该有的温暖，让孩子始终处于一种畏惧、恐惧、惊恐的状态当中，这孩子能教育好吗？所以这是不可取的。
那么第二种，那种感恩式的教育也不可取，对孩子犯点小错也不知道怎么去惩戒，一个劲儿夸孩子做出一点小的成绩，哎呀，这孩子真好啊，做的真好。我为什么不赞同这种教育？你过多的赞美孩子，使孩子几乎活在一个真空过程当中。他将来走向社会，要跟外界接触，能有多少人像你那么惯着他呀？能有多少人去赞美他呀？他如果走向工作岗位，犯了个错误，是不是得遭到惩罚？他的老板、他的领导会采用赞美的方式去鼓励他吗？不能。所以这容易使孩子的抗击打能力极低，缺乏情商，遇到挫折不知道怎么办了。而且赞美教育一大弊端是很难让孩子培养出责任感。为什么我们说孩子必须接受惩罚呢？我认为这是人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必由之路。你犯了错误了，你还不允许别人有低的评价吗？你做了错事，难道自己一点不担负别人评价上的这种责任吗？这怎么可能呢？什么事没干好，你必须负相应的责任。你看澳大利亚有这么活生生例子，有一年澳大利亚着了一把很大的火，就是几个孩子玩火引起的。孩子未成年，不能受法律处罚，家长怎么办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对所有受害人的人家挨门挨户赔礼道歉，给人鞠躬。为什么要带着孩子？告诉你，小小年纪你要知道，做错事是要受到惩罚的，做了错事是要负担责任的。可是我们的家长很多时候怎么教育呢？我以前说过这事儿吗？孩子趴走路，被门槛绊个跟头，摔到地上哭了。结果上来家长踹着门槛两脚，你看把孩子给摔的，这跟门槛有什么关系？你孩子走路自己不看着，是他犯了错，可你这种教育等于让他不负责任。所以我说，实质上的感恩教育和赞美教育，它有它的合理内核，可是很容易被中国家长给滥用，这也是一种不合理。而赞美教育、感恩教育呢，往往有个美其名曰的说法，叫给孩子快乐的童年。为什么我说这个说法很虚伪呢？下边咱说第三种教育，你就知道。第三种教育，我们说叫高压教育。什么叫高压教育？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一家那么一个，谁不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所以一涉及到学习的，你看家长没完没了的给孩子施加压力，你可得好好学呀，这家里希望在你身上了，只要你学习好，别的事家里都给你干，你要啥都给你买。然后孩子回来，所有业余时间都被学习占着，监督他学作业、写作业，然后带他出去学琴棋书画、奥数啊，什么航模啊，都为了升学。这就是一种高压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中国好多家庭除了在学习上无一例外的采用高压教育以外，很多家长在棍棒教育和赞美教育之间纠结。可是公读学校发展呢，完了，全国曾经200多所公读学校，到现在也就几十所了，而且还面临着倒闭危险。为什么呢？公读学校这个名不好听，给人感觉公读学校就是少年犯预备班、少年犯预科，接下来就可能犯罪。所以很多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公读学校，而公读学校的学生出来呢，社会上歧视，好像在这个学校出来不是啥好人，咱得防他点。所以一点点生源枯萎，好多学校办不下去了。可是公读学校原来是国家办、官办的，他在资金上各个方面这些年捉襟见肘，也出现了很大困难。那么我想，如果我们现在问题少年普通的义务教育难以解决这问题，送到所谓这种特殊学校，我们看刚才对孩子这种虐待无异于火坑魔窟，那怎么办呢？我们为什么不把原来公读学校那个架子利用上呢？我们可以做改造。首先一个，咱们可以不用公读学校这样刺耳的带有一点歧视味道的名字，咱换个名字，比方也可以叫特殊教育，可以短暂的非常态化，比方说半个月、1个月、半年，足够把这个行为矫正过来，以这个为期。然后政府在这方面多加大投入，教育里边辟出这种特殊教育经费，因为你把这些孩子管好了，等于为未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减轻了很多负担，也减少了很多社会的治安隐患，值得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当中。这就解决了公读学校经费问题。再一个，打破他原来封闭的这种方式，原来是只允许周末孩子回家，现在公读学校你可以办的，他平常都可以回家，在学校接受特殊教育，矫正他一些行为，然后正常的回家，让他在家庭和学校之间能够找到情感上的平衡点，不至于与世隔绝、封闭，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现在的教育这种引入，矫正问题少年，一定是教师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结合。这里边呢，咱们就得更好的学习一下呀，西方有些国家那种感化院的方式。
咱们中国台湾就有。感化院就是呢，不仅仅是老师教育，你的亲属也得来，经常跟你通话来看你，然后周末的时候接你出去玩去，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感化你。我举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咱们知道有个著名的歌星叫齐秦，他姐姐齐豫，唱橄榄树那个也是大歌星。他爸爸不管家，他妈妈天天打麻将，结果齐秦呢，打小就学坏了。10多岁的时候，跟几个外面的孩子打打杀杀、砍人收保护费，这么点孩子不算犯罪呢，就把他送到感化院去了。齐秦当时一开始就绝望了，为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哥们儿也没了，被家人和社会抛弃了。那么这时候，除了教师教他以外呢，齐秦的姐姐齐豫起了很大作用。每个周末都坐着火车来到这个感化院看自个儿弟弟，然后平常每天晚上呢，给自己弟弟至少打2个小时电话，不断跟他说，咱们家里头你得原谅自己爸爸妈妈，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你看你不有这天赋吗？给齐秦买了一把很好的吉他，齐秦在里边就练，一跟音乐结缘了，他的天分发挥出来了。他开始心有旁骛了，就注意力不仅仅集中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上了。齐秦这样在里边待几年之后走向社会了，凭借着自己音乐一技之长，齐秦成了大歌星，而且心态很平和，再没有跟过去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你看我举齐秦的例子，其实就在说明什么？问题少年出现的时候，这个问题少年的心理世界是个封闭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一点一点不过分剧烈的打开他封闭的世界，让他感受到外面的世界这种温暖，他愿意和外面温暖的世界走到一起，这样他身上的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我们现在社会就恰恰需要发生在齐秦身上这种教育方式，让他大行其道，让每一个问题少年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不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而我们每一个从事这方面教育的人，也应该有齐秦唱那首《外面的世界》当中的那种心态。用歌词来说，就是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着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为了他人的安危而挺身而出，这个我们管它叫见义勇为。你比方说帮别人救火，可是如果救火这个他是个未成年人，是个孩子，你会怎么想？咱们再进一步说，去救火见义勇为这个孩子就是您自己的孩子，您又会怎么想呢？那么针对这样的争议啊，最近辽宁省发出了声音。这是在最近呢，辽宁省第11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草案，叫《辽宁消防条例》。在这个消防条例里头说到，禁止任何个人和单位组织未成年人去救火。那么这个条例呢，在今年3月1号开始生效了。那么我们看呢，这个条例出来之后，可以说在网上啊，还有在平面媒体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在争论。有的人非常赞同，说你看孩子他有什么能力啊？这救火多专业呀！要不专业，咱们也不至于成立一个消防队啊。你说孩子也没有这专业知识，让孩子救火，那不跟送死差不多吗？所以不能让孩子救火去。反对的一方说呀，你这一禁止可倒好，不能组织了，那好，那怎么教育孩子呀？告诉孩子这儿着火了，你别去救去，你赶紧走，不闻不问。那咱现在本来这社会道德大伙都知道，你像什么南京彭宇案呢，去年广东佛山的小月月事件呢，你再不从娃娃抓起，给他们一点传统的美德，这不将来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更令我们担忧吗？所以说双方为这个争执不下。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说，我希望每一个关注这个事儿的朋友，你耐心仔细的把这个消防条例逐条逐句的看明白，你再发表言论。有的人是什么呢？根本没看明白，断章取义，堂就来一通。你总得把整个的这个内容看清楚了。辽宁省消防条例里是这么规定的，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未成年人救火。他什么意思呢？不是禁止未成年人救火，你孩子你看到谁家着火了，帮着抬桶水呀干什么的，这是很正常的事，也值得提倡的。只是禁止个人和单位组织，大伙儿要特别注意组织这个事儿。就说有单位站出来了，把一帮学校学生，那你们赶紧救火去吧，
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完全冲突。在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明确提出，如果遇到危难、遇到突发事件，要先保护未成年人。我想这一点大家恐怕没有什么异议，只是不准个人和单位去组织孩子从事这样危险的活动。所以我想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们国家的上位法，辽宁省的消防条例呢，这是地方的法规，属于下位法。下位法一定要体现上位法的精神，不能跟上位法冲突。所以我们说个人和单位不得组织未成年人救火，是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因为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这样的一些专业知识啊、应对能力，就普通的成年人都很难具备。可是这样的争论确确实实它超越了法律的范畴，而且这样的争论呢似曾相识。因为就在7、8年前，曾经围绕着要不要把小英雄赖宁的画像从小学、中学的校园里摘下来而引发了争论。一说到这赖宁，咱们有不少朋友都能想起来，因为赖宁准确的说呀，是70后、80后儿时绕不开的一个记忆。 1988年3月13日，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海子山突发火灾，石棉中学初中2年级学生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虽然被大人一次次拉走，他依然奋不顾身地冲向火海，全力扑救。经过4、5个小时的奋战，山火终于熄灭，赖宁却再也没能起来，牺牲时年仅14岁。1988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赖宁就此成为时代的榜样。在英雄少年赖宁牺牲3周年前夕，共青团中央转发了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学赖宁活动的大型少年儿童节赖宁从3月单位指导学习赖宁研讨会上，海子山向我们倾诉了那悲壮的一幕，大渡河诉说了你生前的一切。可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市的小学生准则里边呢，就把见义勇为的字样躲开了。北京市小学生行为准则里呢，把敢于斗争4个字拿掉了。2007年，教育部出台文件，要求未成年人懂得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条件下见义勇为。2009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消防条例修订草案，明令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2011年，河南省消防条例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你看，咱们以前经常，这个有的媒体宣传口号里边说不惜一切代价，为什么这2年不提了？不惜一切代价就意味着连人命都不在乎了，那你保护啥去？这不是以人为本。在过去我们说抵抗台风，谁都知道台风来了抵抗是找死的，所以现在我们提倡叫躲避台风，这都是与时俱进的以人为本的思维。你说你赖宁救火，很多孩子一着火我也学赖宁冲上去，我们大伙都知道孩子哪有那个能力啊？有的时候冲上去救火，那其实等于是送死。我们常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对未成年人，孩子是愿意模仿的，你宣传什么他就愿意往这个导向上走。所以就说当年轰轰烈烈的学赖宁的活动是不是就不再被提倡了？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咱们有必要先看看当年的学赖宁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我接着刚才话头说，88年3月13号，赖宁在家乡救火，最后葬身火海被烧死了。当时团中央呢就派《少年儿童研究》这本杂志的编辑室主任叫孙云晓。我们孙云晓有不少观众朋友熟悉，这是咱们现在全国算数1数2的儿童教育专家，就让孙云晓下去采访。结果孙云晓一调查发现，这个赖宁是舍己为人啊，救山火被烧死了。可是赖宁的生活没那么简单，他爸爸是当地一个局长，家庭条件很不错。赖宁这个孩子打小跟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方说他本身学习以外呢，看了大量的课外书，非常喜欢探险，而且对矿物质很感兴趣，一遍一遍的上山，从山上拿下来那些各种各样矿石做成标本。这个孩子很有想法，而且他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那种好好学习就听老师话听家长话的孩子，他不是这样的孩子。他会思考很多社会问题，
因为他写作文说，假如我是城建局的局长，就提出这城里应该多建立交桥。他对社会问题有思考。更有意思是呢，他说他家乡有一条河大渡河，咱们大家都知道，大渡河那立个牌子，禁止此处捕鱼，可不少人根本不守规矩在那捕鱼。赖宁上去就管，就说你个小孩管什么管？他来气了，回家呢就给当地的渔业部门写封信，意思是你渔业法颁布了，可是你不管等于没用，法律搁这你不执行有什么用啊？你看这当时仅仅是小学高年级水平的赖宁，就自己用小小的头脑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写了封信给政府部门拿过去了。更有意思的是呢，他当时成绩很优秀，老师就说赖宁啊，保送你上咱们当地重点高中实验中学吧。赖宁不干，赖宁说我凭什么要保送啊？我凭我自己能力考上去，我凭什么要你们保送我？给他妈气的，孩子保送你还不去，从小不听老师话，不听大人话。赖宁写了篇文章，我凭什么要都听大人呢？我人生之路是我自己走，我不是家长和老师给我选择，如果都让他们选择，那我还要我自己走人生之路干嘛？你看赖宁当时是非常有想法的，他为了写一篇关于捅马风波的这个生活体会，他真去捅马风波去，被蛰得鼻青脸肿的，把一篇日记交上去了。而且他动手能力很强。孙云晓下边一采访发现，这个赖宁很了不起，他非常有主见，包括他前面这些特立独行的行为，体现了赖宁是一个有远大理想和追求的孩子，不愿意循规蹈矩，不走寻常路。所以孙云晓一看这种现象，觉得赖宁身上可报道的是他的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追求。他当时赖宁就关注环保啊，关注城市建设，所以这一点来看，赖宁比同龄的孩子显得成熟得多，而这是他多读书而且勤于实践带来的。那个年代我们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多孩子不问外边事，一门在那傻学。赖宁这点非常了不起，所以孙云晓就觉得学习赖宁，那不仅仅是学他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更主要是赖宁平常这些东西。所以孙云晓回到北京呢，前后写了几篇报国文学还有小说，把赖宁的事迹就推广开了。可是在宣传赖宁的时候呢，毫无疑问他牺牲生命来救火，这个事儿更大呀，更典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宣传小英雄赖宁的事迹，赖宁那些个更可宝贵的东西已经不知道被推到九霄云外哪儿去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呢，为什么很多中小学校把赖宁的画像打了？不是不学习赖宁，关键我们要学赖宁什么东西。所以说这一点的讨论，我倒觉得特别特别好。因为在我们过去的概念当中，起码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为了国家利益，为了集体财产，个人牺牲生命是应该的，没得说。可是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起码证明我们的社会在以人为本上，尊重个人生命价值上进步的太多太多了。关于是否要对孩子呀强调见义勇为这4个字儿，很多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看网上有好多人因为这个事儿争论。我们下边呢看一下网友的微博，在微博上面呢有2个典型的观点。你看头一位网友他就说，见义勇为必须应该提倡，如果不教育孩子这方面的话呀，他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变得更加冷漠，那社会道德不会更滑坡吗？第二位网友跟他持截然相反的态度，说见义勇为啊，孩子缺乏对危险的预见能力、分析能力以及保护自己能力。所以咱们说到这儿呢，得有必要呢给大伙细细说说这个见义勇为这4个字到底是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见义勇为，过去封建社会这个义是什么呢？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有所不为，有所必为。那么处江湖之远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见义这个义在封建社会呢，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判断和个人价值取向。但是呢，随着我们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呢，尤其是呢，当这个国家处于弱小状态的时候，他希望调动社会所有的积极因素，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政权的利益，为了这个集体的利益。所以你看，我们过去说见义勇为的行为，往往非常多的那些典型是发生在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咱们大家可以从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发现这个规律。你比方说小兵张嘎，嘎子那么小个孩子，游击队是不愿意让他上前线的，可是嘎子自己非要去。所以你看他抓住了汉奸日本鬼子用什么方式？拿这个木头手枪，假的不许动，糊弄人家。其实这个片子也告诉大家，孩子是没有在战场上
厮杀搏斗啊，为这个军队效劳的这样的能力呢？是这个主意，软的轻，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你再看那个著名的经典影片《闪闪的红星》，那潘东子跟胡汉三斗，要不是潘东子急中生智，狠咬了胡汉三一口，他有可能就让胡汉三给掐死。就说你孩子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如果盲目的上战场，这等于是送死。所以见义勇为这4个字，很多时候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东西。再有就是冷战时期，周围有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咱们得防着他。而且中国当时国力很弱，所以这个时候希望呢，所有的老百姓呢，能够以国家利益为第一核心，国家利益至上，咱们能够见到国家集体财产受损害的时候，能奋不顾身上去。所以当时社会大力的提倡这个见义勇为，提倡呢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这是有当时的国家利益考量的。那么你看，当时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咱们说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一个11岁，一个9岁。这1964年的事儿，这个蒙古族的2个小姐妹，在零下37度的低温之下，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这姐俩呢把脚都冻坏了，落下了终身的残疾。这在当时被这流传一时。人在羊群在，人离羊散开。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好多时候为什么国家要大力宣传见义勇为？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力还很弱，希望所有的百姓能拧成一股绳，强调万众一心。其实万众一心是在我们弱小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了，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强调万众一心，你说你生活单调不单调？所以与时俱进呢，我们应该有些与时俱进的思维能跟得上。眼下中国的国力强大了，中国也有充分这样的自信了，所以呢，咱们的政府呢高度强调个人的生命价值。你们就见义勇为来说，曾经有大庆有一个下岗女工，她香港有个亲戚，把她找到香港呢，回归以后说你到这边找工作吧，找来找去呢，找到一家金店，卖各种金银首饰的，她到那儿应聘去。里边有道题是什么呢？很有意思。这道题说，假如现在你就在金店里边值班卖货，突然间一帮蒙面歹徒杀进来了，这时候你怎么办？这位女工是受教育多年呢，一看这那还用怎么办？怎么说？我马上跟歹徒做斗争，宁可牺牲我自己，我也不能把保险柜密码告诉他。那老板当时就乐了，行，你先歇会儿，别激动啊。那个，我告诉你，这一屋子金银首饰都没有你命值钱，你的命比他们值钱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看这一屋金银首饰吗？我都上了保险了，他真就都给抢走，我损失也不大。这个事儿有警察管，你就别硬往前逞强。所以我说，在人这个问题上啊，与时俱进，我们应该怎么考虑以人为本？你别看以人为本，中央政府说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每个老百姓不一定能深刻体会到以人为本这4个字是什么意义。那么这个事情第二个讨论价值在哪儿？我们刚才说，个人和单位不能组织未成年人救火，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救火是谁的责任？不是孩子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火灾情况下，首先应该是专业的消防队员冲。所以这个辽宁省消防条例它分清了政府和公民的责任。辽宁省相关部门的同志呢，也对这个认识比较清楚。但是这个事是我们专业消防队员的事，如果我们这个能力再救不了火，你上来也没用。而且你本身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未成年人，哪有救火这样的能力？这是很专业也非常危险的。就它是我们在探讨未成年人是否救火的问题上，更加坚定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这样的法律方向。它涉及的社会层面其实是比较深的。而且这种讨论呢，很多人担忧说，那这样的话孩子道德教育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很简单，我们教孩子不是说见到危难的情况你就置之不理，很冷漠的转身就走，不是那，而是你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你去下河救这个落水儿童去，你自己会不会水啊？你要不会水，你不淹死了，不是死一个死俩了？那么任何一种荣耀和光环都不能挽回你的生命啊！这个给你家人带来的伤痛非常大的。当年赖宁的父母来到北京接受上级领导的嘉奖，当时85岁的邓颖超同志接见了他的父母。邓颖超说了一句话，
这孩子的荣誉啊了不得，孩子很了不起，可是他再也没法到北京来见我了。你看，邓颖超老人当时这种心态就是，无论多么大的光环，多么美好的荣誉，也没有你的生命珍贵。所以就说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在当今这个社会里边，个人生命的价值到底体现在什么上。所以从这一点出发呢，我们也建议呢，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包括遇到危险情况怎么办，把见义勇为4个字改个字，把勇字拿掉，改成智，智商的智，见义智为。就是你一看这种情况你应对不了，作为机智智慧的方法是什么呢？可以先打电话报警。如果你自己有这能力，可以和一些坏人周旋，可以在这个灾难当中发挥自己作用，一定是智而不是鲁莽，鲁莽等于是送死。你看原先有一个小朋友，我记得那个时候报道过这个事儿，这个有人触电了，躺到地上了，电线就在他旁边，这个小朋友就知道他自己身上的衣服不是电的两导体，他隔着衣服把电线拿开，他没伸手，一伸手他也电死了。还曾经有个小孩7岁，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他父母呢被煤气熏倒在浴室里，这个孩子做了3件事，做得非常冷静。第一个是赶紧把煤气阀门关了，把门窗打开；第二件事跑出屋子外；第3件事在屋外用手机给110打了电话。为什么说这个孩子了不起呢？他在学校里学了有关煤气这方面的常识，知道这时候得打开门框，先把煤气阀关了，而且他担心手机呢，这不有电吗？怕跟煤气一接触再着火，所以跑到外边打去。所以这个事儿提醒我们，这个小朋友为什么能这么冷静？学校教育里有安全教育这一课，学校的教育不应该仅仅提倡孩子给我见义勇为往上冲，应该在辅助的教孩子很多有关于防灾避灾的常识。我想这个见义智为比这个见义勇为它的技术含量要高很多。